在投资美股的时候呢，我们投资者常常需要保留一笔流动资金，用来随时投入股市或者应对家庭紧急支出，同时呢，希望能够获得类似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。本期视频呢，就聚焦现金管理工具，分析它们的优劣以及适用场景。考虑到定期存款，也就是 CD， 美国短期国债就是 T-bills 和 I 型储蓄债券 T-bonds 因其期限限制缺乏流动性，所以我们将它们先排除在外，重点来探讨一下现金管理基金和短债 ETF。 首先呢，来聊一聊现金管理基金。现金管理基金呢，它以高流动性著称，适合追求即时曲线的投资者，比如富达 Fidelity 提供的 Fidelity Government Money Market Fund SPAXX 和进阶版 FZCXX， 它的最低投资额是10万美元，可以实现当天曲线，投资于短期政府证券和回购协议。部分收益呢免周税，收益率呢略低于短债 ETF。 还有呢，比如嘉信理财 Schwab 也提供类似的产品，特点呢是相近的。接着呢，再来看一下短期的短债 ETF。 短债 ETF 追踪0到3个月的国债指数，它的流动性呢稍逊于现金管理基金，但收益率更高。常见的选择呢，包含有一呢是 PRMCO Enhanced Short Maturity Active ETF， 也就是 MINT， 收益率呢比较高，是最受欢迎的短债 ETF。 然后呢，还有 iShares 0到3个月 Month Treasury Bond ETF SGOV 和 SPDR， Bloomberg 1到3个月 Month T-bill ETF BIL， 这个呢收益率略低于 MINT， 但是稳定性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聊一聊税务痛点。无论是 SPAXX 还是 MINT， 它们的主要缺点呢，就在于每月派息需缴纳高达 30% 的预扣税。然后是非居民的外国人持 W8BEN 身份，比如中国、日本，可享受 10% 的税率。这个高税率呢，就导致税后收益大幅缩水。那能否通过避免派息来降低税务负担呢？今天的主角 Box ETF 正是为此而设计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Box 的诞生和它的税务特点。Alpha Architecture 1到3个月 Month 的 Box ETF， 代码是 BOXX， 于2022年12月27日成立，截至2025年3月31日，规模达到了 64.71 亿美元，年化回报率为 5.02%， 净费率为 0.1949%， 优惠后费率降低了 0.05%。 Box 通过 Box Spread 期权策略模拟1到3个月国债收益，风险与国债相当，但税务优势非常显著。它的核心特点呢，包括以下几点。第一，税收递延， BOXX 避免定期派息，收益以资本增值的形式累计，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卖出时机，推迟纳税，降低年度税负。对于高收入群体，比如联邦税率在 33% 到 37%， 那这种机制可以显著减少税负。例如呢，假设年收益是 5%， 普通收入税率为 37%， 资本利得税率为 20%， 税收递延可节省约 17% 的税后收益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资本利得税率。根据 IRS 第11256条款，
BOXX 的 S&P 500指数期权收益按 60% 的长期资本利得，税率是 0% 到 20% 和 40% 的短期资本利得，也就是普通收入税率来计算，低于普通收入税率，就是最高 37%。接下来呢是 ETF 的结构优势。ETF 的创建和赎回机制允许递延分红并结转部分期权合约的资本损失，可以进一步优化税务效率。接下来再让我们来看一下 BOXX 的运作原理，也就是 Box Spread 策略。BOXX 通过 Box Spread 期权策略模拟1到3个月的国债收益，它的核心机制有下面几点。第一呢是策略构成， BOXX 使用 S&P 500指数的期权，包含4份合约。一呢是买入4000美元行权价的看涨期权，卖出同价看跌期权。二呢是买入5000美元行权价的看跌期权，卖出同价看涨期权。第三呢是组合消除市场风险，锁定固定收益，比如1000美元的价差。然后呢是类似零息债券，投资者可以以折扣价买入 BOXX， 比如952美元，基于 5% 的利率，到期获得固定收益，比如1000美元，类似零息债券。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收益来源，它的收益来源于期权溢价和无风险利率，目标匹配1到3个月的国债收益率。还有呢欧洲式期权， BOXX 使用欧洲式期权，仅在到期时可行权，避免提前行权风险，确保收益稳定。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 BOXX 的主要风险。尽管 BOXX 被宣传为低风险投资，但是它的复杂性呢也会带来以下的风险。第一呢是税务风险， IRS 可能根据第1258条款将收益重新分类为普通收入。因 BOXX 收益主要基于时间价值，类似储蓄账户，招股说明书详细披露此转换交易的风险。第二呢有对手方风险， BOXX 依赖期权清算公司履约， OCC 信用评级与美国政府相当，也就是 S&P Global 评级一致，违约风险极低，但是呢仍然需要警惕极端情况下的履约能力。还有它的费用， BOXX 净费率为 0.1949%， 高于 SGOV 的 0.07% 和 BIL 的 0.14%， 低于 MINT 的 0.35% 和 SPAXX 的 0.42%， 期权交易成本可能进一步的降低回报。最后呢还有它的收益风险， BOXX 的收益率呢与1到3个月的国债收益率挂钩，当国债收益率下降的时候呢， BOXX 的收益率呢自然也会随之降低。然后呢还有2024年8月的派息事件。BOXX 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 Box Spread 策略和心跳交易避免派息，避免推迟税务负担。然而在2024年8月13日 BOXX 意外派发 0.29 美元每股的分红，打破了无派息承诺，导致投资者面临意外的税负，特别是在高收入税阶中，短期资本利得按普通收入税率最高 37% 纳税。这一事件引发了投资者的不满，这个可能与2024年8月初市场波动，比如日元套利交易逆转导致 VIX 指数飙升有关，造成了期权仓位产生无法通过心跳交易抵消的剩余收益，迫使 BOXX 派发资本利得。所以BOXX 值得投资吗
BOXX 通过创新的 Box Spread 策略提供了类似国债的低风险回报和税收优化，特别适合高收入群体管理现金。然而它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，比如税务重新分类、市场波动导致意外派息，需要谨慎考虑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给大家提供一些投资建议。第一，高收入群体，联邦税率 33% 以上，可以优先考虑 BOXX， 税收递延可显著提升税后收益，适合持有1年以上，以享受长期资本利得税率。第二呢，是高流动性需求者，可以选择 SPAXX， 当天可取，适合短期资金周转。第三呢，是追求高收益、税务无感者，可以选择 MINT， 收益率较高，适合不介意每月派息的投资者。总的来说呢， BOXX 的创新性呢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是它的税务优势需要结合个人税率和投资期限评估。您对 BOXX 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同时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啊！